怀孕后，我照常工作。可就在即将签下大客户的前夕，老板助理 Tiffany 竟要辞退我，理由是我孕吐太多，跑厕所太频繁。我怒不可遏，冲进老板 Aldrich 的办公室，也是我丈夫的办公室。他将辞退信递给我，说公司规定每天只能上5次厕所，你去了10次。Tiffany 有权辞退你。既然怀孕了，就回家好好休息。我垂眸看向地面，他沙发下露出一角蕾丝内裤的边。原来他出轨了。我没有说话，抬手将辞退信甩在了他脸上。走出大楼的瞬间，我拨通了最大竞争公司的电话。你们限制员工上厕所次数吗？如果没有，明天我把客户带给你。Serena， 你是在耍我吗？电话那头 Daniel 的声音带着震惊。没开玩笑，我声音平静。如果你同意，明天我就把谈好的长青控股合作直接带去给你签。签完，你便是 Northwood 是第一企业。Daniel 沉默片刻。你和 Aldrich 闹矛盾了？打这通电话只是为了气他？圈子里谁不知道你是顶梁柱， Aldrich 公司的大单子全是你扛起来的。你卖了爸妈的公寓给他创业，这些年公司的每一份合约都是你亲自谈下来的。就为了长青控股的大单子，你孕吐到昏厥，员工要送你去急诊，你怕耽误签约死活。我一愣，没想到他连最近的事都知道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只苦笑了一下。是啊，圈子里谁不知道我有多在意 Aldrich。我曾以为我们会并肩作战，直到建立起属于我们的商业帝国。可今天，现实给了我一记重击，让我从这场美梦中惊醒。我和 Aldrich 白手起家，从2个穷学生，立志要在这座大城市闯出一片天。我们一点一滴打拼到今天，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公司。半年前，我告诉他我怀孕了，他激动得手都在抖。可当我提出结婚时，他却沉默了许久，最后才说 Serena， 等拿下长青控股，我们公司就是行业第一。我们在这座城市出人头地的梦想就真的实现了。你不想在我们最巅峰、最辉煌的时刻，风风光光的嫁给我吗？等长青的合约签完，我们就结婚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了。昨天，长青控股确定了合作意向，签约日期也已定下。我激动地晕倒在公司外的街道上，被送进了医院。醒来后，我第一时间赶回公司，准备最后的签约事宜。可我却进不去了。人脸识别失败，我被拉黑了。我找熟悉的实习生偷偷放我进去，却发现我的办公用品全被扔进了垃圾桶。我和 Aldrich 的合照被踩满脚印，我笑靥如花的脸被黑色马克笔涂得面目全非。而坐在我专属办公桌前的是新来的秘书 Tiffany。她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划着手机，调出我近3个月的厕所监控记录。公司新规，工作时间上厕所不得超过5次，每次不超过5分钟。你一天跑10几次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在偷懒？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，公司还怎么运作？我愣住了。公司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规定？我走进 Aldrich 的办公室，告诉他发生的事。他只淡淡地说，Tiffany 是从大公司挖来的，他推行的制度也是大公司的经验，我们当然要遵守。我强压怒火，解释自己跑厕所频繁是因为怀孕和工作压力。他不耐烦地摆摆手，那是你体质差，别找借口。今天你孕吐，我破例一次。以后要是有人在厕所偷懒，然后说自己拉肚子，我是不是也要装作没看见？我还怎么管理？我气得满脸通红，眼眶发烫。在他眼里，我的孕吐和拉肚子没什么区别。我刚要再说什么， Tiffany 拿着手机走了进来。Serena， 公司规定怀孕员工应该辞退。我是看在 Aldrich 的面子上才没辞退你。可你现在违规次数太多，我再不处理，其他员工怎么服我？我还怎么带团队？再说了，你这个年纪怀孕，就该在家好好休息。整天跑厕所不仅影响效率，也让我们公司显得不专业。我盯着他，
声音冰冷。我怀孕，我跑厕所，但我并没有耽误为公司拿下长青控股的合作。我也是公司的副总裁，这项规定我从未批准，就不该执行。他眼圈一红 ，Aldrich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。够了！他看到我眼中的震惊和泪光，皱了皱眉，不耐烦道：规矩是我定的，你有意见冲我来。你已经被辞退了，别再拿职位压他，也别提那个单子。Tiffany 跟我说了，你工作一直偷懒，老是跑厕所，活都是其他同事干的。怀孕工作压力大，让你总跑厕所。Tiffany 辞退你，让你回家休息，不是为你好吗？你不感谢他，还在你直属上司面前欺负他。他眉头紧皱，给 Tiffany 道歉，现在道歉。我仔细看着这个我爱了10年的男人，从校园情侣到事业伙伴。曾经有个核心员工不服女领导，顶撞了我。Aldrich 不顾那人手握关键技术，当场让他卷铺盖走人。他握着我的手，站在全公司人面前，掷地有声。Serena 是我的妻子，也是我的合伙人。不尊重她，就是不尊重我。而且，我们公司容不下不尊重女性的员工。这番话传到网上，赢得了无数赞誉。那年，我们还被评为最佳企业。仅仅1年后，他就容忍一个新来的，不知从哪找来的助理，对我不敬，还歧视孕妇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正要开口，余光却瞥见沙发垫下露出一角内衣，绣着小雪花。不是我的。荒谬和恶心感同时涌上心头。我脚步晃了晃，抬眼时 Tiffany 正盯着我，眼中带着挑衅。是他的。到了嘴边的话，突然失去了所有意义。我从口袋掏出工牌，扔在沙发上。想辞退我？行，但按规定，我的辞退赔偿1分不能少。今晚钱不到账，我不介意带着你的规定去仲裁。到时候丢脸赔钱的可不是我。另外，这个项目是我谈下来的，你辞退我，长青控股的合作就别想了。看着他们清白交加的脸色，我冷笑一声，走出了办公室。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 Daniel。我辛辛苦苦谈下的项目，绝不可能让他们在背叛我的同时还能坐享其成。Daniel 的声音传来，不管你是不是为了气 Aldrich， 我当真了。你来，副总裁的位置给你留着。以后孩子生下来，你担心不好带，我也可以帮忙。那倒不必。我笑了笑，可电话那头，他的声音却低了下去，带着一丝失望。那好吧，明天签约现场见。我挂断电话，回家收拾行李。还好没结婚，不然还得琢磨离婚。可孩子，我摸了摸肚子，几秒后，目光变得坚定。有 Aldrich 这样的父亲，不如我自己养。我提前回到家，开始收拾东西。书房角落放着一个收纳箱，上面贴着字条 ：Aldrich 的宝贝，勿动。这是他存放我所有礼物的箱子，连我用旧的水杯、发绳，他都收藏着。他曾说，这些以后都要给我们宝贝儿子看，告诉他这是爸爸妈妈相爱的证据。我本打算与他彻底了断，可看到那个箱子，心还是刺痛了一下。我打开了它，箱子打开的一瞬间，我愣住了，里面根本不是我的旧物，而是一堆情趣玩具和润滑油。我脑袋嗡的一声炸开，电脑上 Aldrich 的 Snapchat 还登录着，和 Tiffany 的聊天记录不断弹出。保护你是应该的，要不是这几个月你帮我解压，我早就憋疯了。今晚穿兔女郎装，庆祝签约成功，好不好？我眼前发黑，强忍着恶心，将聊天记录和视频全部保存到手机。仍不解气，我又拿出一袋毛桃，将那些恶心的东西里里外外蹭了个遍。想玩？那就玩个够。东西收拾完毕，我正准备离开，门突然被推开。Aldrich 走进来，看到我拿着行李，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怎么了？我就说了你几句，这就生气要离家出走？我那是公事公办，你是我老婆，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，别人才会服管。好了，
别闹了，我买了你最爱吃的牛排，今晚庆祝明天签约。我刚要说话， Tiffany 却跟在他身后走了进来。Aldrich， 我不爱吃7分熟的牛排，我要5分熟。对， Tiffany 喜欢吃嫩的，你好好做。Tiffany 忙了一天都没吃饭，不像你，还能提前回家。她将一包鱼塞进我手里，想把我往厨房推。我冷下脸，将鱼扔了回去。我不做。她的脸色瞬间阴沉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。你发什么疯？怀孕怀傻了？这点事都做不好？今天你在公司让 Tiffany 难堪，我特意请她过来，就是想让你亲自下厨给她道歉，你还拿瞧？Aldrich， 没事的。Serena 怀着你的孩子，脾气大点正常，我能忍的。Tiffany 插话道。怀孕了就能这样？ Aldrich 闻言更怒，他将我拖进厨房，推了进去，反锁了门。不做完晚饭，别想出来。我踉跄着摔倒，腹部传来一阵尖锐的绞痛，冷汗瞬间湿透了衣服。我拍打着门，哭喊道 ：“Aldrich， 放我出去！我肚子好痛，我摔倒了，送我去医院。”Aldrich， Serena 大概是不高兴我在这吃饭，想用孩子拿捏你吧？要不我还是走吧。门外的脚步声顿了顿，随即传来他冰冷的声音：“我不过让你做个晚饭，这也能拿孩子安全威胁我？你真是疯了！”分不清是心痛还是腹痛，我不停拍门，哀求着：“想做就做，不想做拉倒。走 ，Tiffany， 我带你去吃米其林。”哎呀 ，Aldrich， 你真贴心。我痛得说不出话。我没骗你，真的，好痛。回应我的只有大门，砰一声关上的巨响。眼前一黑，我失去了意识。再次醒来时，我躺在病床上，而守在床边的人是 Daniel。他看到我睁眼，明显松了口气。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都没人接，吓死我了。我以为你和 Aldrich 大吵一架，他可能会伤害你，就赶紧赶了过去。然后发现你晕倒在厨房。医生说你只是摔倒撞到了肚子，孩子没事。我苦笑了一下。我的伤和晕倒确实算是 Aldrich 伤害的。我感激地道了谢，然后拿起手机，想联系长青控股的负责人。我打算告诉他，我已离开 Aldrich 的公司，跳槽到了 Daniel 这里。可手机屏幕上满是 Tiffany 发来的短信，还有视频。贱人，怀了 Aldrich 的孩子又怎样？还不是被赶回家当家庭主妇？你的办公桌和工作不都归我了吗？ Aldrich 说他早就腻了你了，整天就知道工作，一点情趣都没有。怀孕了，身上还有味，哪有我这种年轻的好，嘻嘻。说不定过阵子，我就不只是他工作上的副总了呢。哦对了， Aldrich 说了，你现在是家庭主妇，怎么能当长青项目的负责人呢？明天的签约你别来了，我去，省得人家看到你这张孕吐的丑脸恶心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的挑衅和视频，还没等我反应， Daniel 先炸了。这他妈是什么东西？他也配这么跟你说话？你都不生气？你就那么爱 Aldrich？ 爱到任由这种垃圾女人踩在你头上？ Daniel 眼睛发红。Serena， 如果我的妻子是你，我一定会天天把你捧在手心，绝不会让你受这种委屈。我平静地给 Tiffany 回了条信息，垃圾你拿去，但我的项目你想都别想。我抬头疑惑地看向 Daniel， 你刚刚说什么？他咬牙，没什么。我说我是你老板，他们敢抢你项目，我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点点头，好。医生嘱咐必须卧床静养，否则有流产风险。我当即向 Daniel 请了3个月长假，准备签约后就回家休息。走出产科时，迎面撞上一男一女，两人满身红疹，不停地抓挠着身体。Aldrich 看到我，脸色瞬间惨白，冲上前质问我 ：“Serena， 你是不是动了我书房的东西？你在里面放了什么？医生说过敏源找不到，我们会一直养下去。”我顿时明白了，他们肯定是穿了沾了桃毛的衣服。
我淡淡道。什么东西？你说清楚，我看看我碰没碰过。他脸色涨红，却不敢明说。我冷笑，拿出昨天从他 Snapchat 上保存的视频和 Tiffany 发我的视频，将一切摊开。哦，你说这个兔女郎装啊？我昨天吃桃子，好像不小心把桃毛掉衣服上了。你……他脸色铁青，低声咒骂：“你疯了，偷看我电脑，还派人录我们的视频，你想干什么？”他指着我大骂：“是你害我们变成这样的，我不会放过你！现在立刻跪下给我和 Tiffany 道歉，再把长青的项目转给他，否则婚礼取消，你就等着当失业的单亲妈妈吧。”